像我这次来参加挑战不可能，我觉得挑战的它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的追求，更是我们对作战技术和技能的一种极致的考验。作为部队无人机专业的一名新兵，我希望我能在未来的战场上运用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胜利。虽然这一目标任重而道远，但我们一定会不辱使命。高吧！这是一架可以完成投篮动作的无人机。这么准了！哇！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这位挑战者是刚才的无人机背后的操纵者。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幕后神投手出场。哇，你好，欢迎你。我叫张旭胜，今年22岁，我是一名来自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无人机运用工程专业的大4学生。欢迎张旭胜。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呢？无人机的维修和保障以及操作，这我们有设计过无人机，我们参加了很多年的全国大学生航模比赛，里面各个项目的无人机都是我们自主设计的。首先在军事方面，侦察、物资投送以及定点清除方面，都有着其他作战手段所不能代替的优势。在民用方面呢，无人机也有非常抢眼的表现。比如说在前不久，九寨沟地震当中，就有我们的无人机向救灾区运送救援物资这样的救援形式。今天你到这里来是要挑战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我今天所要挑战的项目是用我的无人机抓取篮球，在20米的高空进行投篮。20米，一般的楼层高是3米，所以相当于7层楼的高度。在7层楼的高度看一个篮筐，大概是什么感觉？就是一个指甲盖大小。所以你要在那么一个高度把篮球投进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篮筐里，用无人机的操纵去完成。是。你对于今天的挑战有信心吗？有信心。但是由于现场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让他的无人机在20米的高空完成挑战，所以我们专门在场外设置了挑战区域。接下来，我有请我们4位评委和我们的观众一起到场外见证挑战。挑战规则：挑战者操控无人机，依次抓取放置在场内的5个篮球，飞行至20米的高空，并将篮球投入地面的篮筐。5个球命中4个，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只有1次挑战机会。对于挑战者来讲，在夜间完全漆黑的状态下，他要完全凭借自己的视觉来操纵无人机，并且完成精准投篮，而且是在20米的高空。接下来我要问一下张旭胜，你做好准备了吗？好，接下来我宣布张旭胜挑战正式开始。好，张旭胜已经操纵他的无人机飞向摆放着5颗篮球的立柱。今天风很大，今天的风非常大，会影响到他的发挥吗？我觉得晚上会跟白天会差很多发挥，所以这才叫挑战不可能。高度，他旁边的这位助理呢是专门为他来测定这个无人机高度的。目前的高度15，高度15。张旭胜的助手报出了目前的高度20已经达到了标准高度，就要看张旭胜能否在短时间内
克服风力的干扰。在没有监视器、没有摄像头的情况下，仅靠肉眼，在飞机跟篮筐之间进行2点瞄准。如果我的飞机在视野里出现几毫米的误差，篮球砸下来就会出现几米这样的误差。再一个，这个风向也是需要克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再加上这个夜场和夜光的影响，对我们干扰可以说非常大。空中会有摇晃，那么这个对它来找这个准确点就会有难度。第1颗球成功，太棒了，漂亮，这么准呢？非常的精准，令人毛骨悚然。怎么能看出来他对准了下面的篮球？这就完全靠他的经验。目测，对。我原本以为在他的无人机上会有一个镜头，他可以从屏幕来看，没有。高度现在高度15，高度还在上升，高度20。他大概是要用三角形在算。所以他完全要凭借经验。现在时间过去了1分多钟。有了第1球的经验之后，张旭胜现在不着急，在慢慢调整。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的天！哇，太厉害了！真是不可思议。张旭胜现在调整一下心情，继续进行他的第3颗篮球的尝试。高度10，高度15，高度20。到了空中，它是要有一个左右和上下的控制。张旭胜的这一次尝试用去了1分钟。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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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了。第3个球进了，确实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是压力还是依旧存在的。后面的2个球依旧不能失误，才能完成这类挑战。高度10，高度15，高度20。哎呀，非常的遗憾，第4个球距离篮筐还是有一定的误差。说实话，投下来差得非常远，自己心里也咯噔一下。之前也没有多少训练，今天又碰上这点大风，可以说各种环境因素都是不利于这次挑战的。我觉得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它的高度跟风速没有算好，篮球稍微偏了一点，就不容易投进。加油！
加油加油！第4颗球因为张旭胜没能及时掌握高空风速的变化，导致投篮没能成功。在20米的高空看球框只有指甲盖那么大，而且篮球在下落过程中还会受到风速的影响，稍有偏差都会导致篮球无法进框。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球的机会了，张旭胜能挑战成功吗？也许我们这一球见证的就是今晚的挑战成功。高度10，高度15，高度20。因为关键他能否成功这个挑战。说实话，心跳真的有在加速，身上鸡皮疙瘩起。加油！加油加油！精准定位，精准投放。他又一次，他又一次。恭喜张旭胜，挑战成功！首先要祝贺张旭胜同学。我很好奇的是，当时我们看到你其实距离那个篮球架有差不多20米的距离，是。然后你的无人机距离这个篮筐又是20米的距离，你怎么去寻找那个定位？首先，在左右方向上，我就是在篮球框正前方，去寻找它的左右位置。至于它前后位置呢，这个确实不是很好瞄准。在我1个多月的训练当中，也是逐渐总结出来一个方法，就是通过我在最左边和最右边2个地方进行一个视线的交叉，来寻找这个飞机的前后位置，最终达到这个飞机的定位。那我们国家现在无人机的水平在世界上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国是无人机生产的第1大国，生产的无人机在全球范围内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像我这次来参加挑战不可能，我觉得挑战的它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的追求，更是我们对作战技术和技能的一种极致的考验。作为部队无人机专业的一名新兵，我希望我能在未来的战场上运用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胜利。虽然这一目标任重而道远，但我们一定会不辱使命。今天我们很高兴看到张旭胜作为国防新一代的代表，你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敢于去挑战、敢于去拼搏的那种精神，也让我们相信未来我们在科技化、现代化的一种战争当中，同样有取得胜利的可能。所以今天对于张旭胜能否进入荣誉殿堂，我的答案是能。谢谢。我们有请张旭胜步入今天的荣誉殿堂。这次挑战确实是完成了但我的无人机生涯才刚刚开始我希望以这次挑战为起点为契机在未来的工作当中为中国的无人机事业更添一份力量继续完成更多的挑战。